陆师爷，放开！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，否则刀放下。那你说，你想要什么？我什么都不要。不过，现在摆在陆廷尉面前倒是有2个选择。这一呢，是去救你的母亲，现在去你母亲房间里面销毁所有的证据。不过你一旦离开，我就会立马杀了沈真。哟，心疼了？那你可以留下来救他呀，在这儿跟我拼个鱼死网破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周淑安抓走你的母亲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那些证据足以让他身败名裂，死上10次都不止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什么证据？不信啊？周御史，这里是镇国公府，请容小的先去禀报长公主。因重要人证闯入镇国公府，维护长公主的安危，御史台前来搜捕，有错。哎，周御史，您不能就这么闯进来了，我还没有禀报长公主呢。皇城脚下岂容尔等胡来？长公主，周御史，你强闯我镇国公府，究竟是要做什么？长公主，确实是有重要人证闯入镇国公府，所以迫不得已才来搜府。仔细搜查，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是。现在信了吧？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许巍，你在镇国公府动了什么手脚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陆师爷，你让我声名狼藉，像过街老鼠一样过着不见天日的日子，我生不如死，我凭什么让你好过？娘子，你来告诉他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陆师爷，你怎么选？你选谁，你的余生都不好过吧？你要是再犹豫的话，他们2个都得死！住手！周御史，在镇国公府的地窖里发现了10几口箱子，这些兵器和我发现的一模一样。长公主，这作何解释？说，你背后之人到底是谁？便是你的母亲，长公主。你没事吧？你受伤了？我没事，只是皮外伤。你待在屋子里，我去找我母亲啊。私购铁棍的凭证。长公主，这又作何解释？为何要私购铁矿？这些我都不知道啊。那这是你的私印吧？私印可是御制的。难道我会傻到用我的私印去购买铁矿吗？欲盖弥彰，也是一种谋略。周淑安，你大胆！走！苏哥哥，他什么意思？许巍，你不是已经……长公主，长公主，是许巍无能，辜负了长公主所托啊！你在说什么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我许巍以死谢罪！周御史，眼下人证物证俱在，
长公主涉嫌承袭徐案，即刻起封锁郑国公府，所有人等不得出入。住手！想审我，你们也配？我堂堂镇国公府，清者自清，我倒是要看看，是谁在做这种栽赃嫁祸之事。你们几个回自己房间。真儿的手镯，怎么回事？这个手镯真儿之前一直戴着，但是在被诬陷杀害赵冲的时候，镯子却不翼而飞了。长公主杀害赵冲灭口，再嫁祸给真儿。留一部分人继续彻查郑国公府，剩下的人全力追捕陆时彦。是。哎，陆时彦，镇国公府里的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沈二娘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长公主今日邀我入府，周御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承袭渠案是长公主指使的，案情未定，还不方便透露。但是从目前的人证物证来看，是的。人证，许巍。那若他是以死来诬陷长公主的呢？那他的意图是什么呢？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呢？是或者不是，都是需要证据的。无根之木，无源之水，皆是空谈。那陆廷尉呢？陆廷尉是否参与其中，未知。事已至此，陆廷尉应该去我们御史台交代案情，但是此刻他却不见踪影，他有犯案嫌疑，一律应当通缉捉拿。不可能，他与此事肯定毫无关系。有些事情不是我们不去相信，它就不会发生的。沈二娘子，今日你既出现在郑国公府，那么御史台日后如果需要问询调查，麻烦你配合。自是应该。真儿，真儿，哎，真儿，真儿，不要跟着我。我知道你一时间难以接受，可是我早就提醒过你，你一定要小心的，陆时彦。你早就怀疑他了。你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什么，已经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今日人证物证俱在，私购铁矿、私铸兵器，那就是谋逆之罪，罪无可恕。我相信陆时彦。哎，真儿，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你若再跟着我，我这辈子不再跟你相见。真儿，御史台奉命搜查。即日起，廷尉府所有人等不得擅自离手，接受御史台详查。别说长公主和陆廷尉真能做这样的事啊！记住，大人，大人，还未断案，不可妄自揣测。是。仔细些，莫要损毁物件。是，大人。
这是沈二娘子被诬陷杀害赵冲时所遗失的手镯，今日在郑国公府里发现。长公主，您作何解释？这个手镯我从没见过。这个是赵冲被害时留下的凶手的证据，还有这是您的私印，以及刻有您私印购买铁矿时的凭证。这些，长公主又作何解释？赵冲这个人，我闻所未闻。至于这个印章，见过我私印的人不少。虽是玉制印章，但也不是不能作假吧？那么，按照长公主之说，这些兵器之前从码头运到了郑国公府，您也是毫不知情喽？运到我府里的兵器，我却不知情啊。那好，我再问您一个问题：冀北将军之女徐义清，是您安排入府的吧？周御史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想知道，您是真的在意徐义清，还是希望两家联姻掌控兵权？哼，什么兵权不兵权？难不成作为一个母亲为儿子选一个合适的婚事，也违背律法了吗？长公主，您这些都可以不认，但是这些证据足以证明，郑国公府有谋逆之罪。沈文琪是如何被构陷的？现在倒好了，居然敢栽赃到我郑国公府了。若我郑国公府被定罪，那也是你们御史台的无能。长公主说得好，在下定会仔细查证。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：您儿子在哪儿？这与他更毫无关系。那我们只能全力搜捕了。依律，郑国公府所有人等，皆需归案审查。我御史台以还原真相为己任。长公主，若您真为郑国公府考虑，望您冷静，好好回顾一下这段时间，在郑国公府出现的每一个人，发生的每一件事。怎么会出这种事情？这到底是谁在谋划这一切？身在富贵权力中，事实不是我们常人所能料想的。父亲莫要多虑了。唉，只是真儿他……沈伯父，沈大娘子啊！现在外面都已经议论开了，说周御史带了大批衙役进了郑国公府，长公主被带走，陆廷尉下落不明。沈二娘子，请留步。他们是故意引我入府，而许巍是有意引陆时宴，然后逃到郑国公府，再引御史台来搜查。那苏恒哥哥为什么恰好在，还抓了许巍？难道他们都盯着许巍？你早就怀疑他了？你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什么已经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今日人证物证俱在。他发现了什么？这个局早就开始铺了。便是你的母亲，长公主。是许巍无能，辜负了长公主所托。陆时宴，你在哪儿？到底是谁能在郑国公府做下如此手脚？赵管家，
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周御史，可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陆时宴在哪儿？照周御史之前所说，许巍临死前的只言片语，并不足以证明他和长公主有关系，以及犯下了哪些罪行，且按律，在逃案犯的一切证词，当以物证相佐方可采纳。许巍可就是在逃案犯，他的片面之词，何以可以证明长公主有罪？如若长公主无罪，那么陆时宴、陆廷尉又何罪之有？甲弩、毛槊之类，私家不应有者，是明犯禁之物。若诸私藏甲百10副者，处死；刀、枪、弩，拥有110件者，处死；弓箭拥有80副者，处死。倘若许巍的证词是有质疑，那么长公主的犯禁之举又是什么？除非你有证据证明长公主购买铁矿的单据为假，私铸兵器为他人栽赃。如若不能证明，那长公主就是谋逆的死罪。如今人证物证都是既定的事实，本官依律应该禀告皇上。廷尉监，你是陆时宴的心腹，按律你应该是共同参与谋逆的嫌疑。本官现在暂停你所有的职务，等待调查结果。周御史请随意。杨宗问心无愧，告辞。若真觉得冤屈，有这时间跟本官争执，还不如回去好好的找一下证据，证明你家廷尉的冤屈。陛下，从现有的证据来看，赵冲之死与长公主有着直接的联系，更疑似通过许巍、李帝获得大量的不法银钱。苏校尉怀疑长公主就是用这些银钱购买铁矿，私铸兵器。陛下，你刚才说许巍在镇国公府中畏罪自尽，但是先前陆时宴不是判了他死刑吗？苏校尉认为这是障眼法，已死之人更不好查。现在大势已去，只有以死谢罪。你口口声声说苏校尉认为，看来周御史不这么认为了。说说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微臣认为，此案现在证据确凿，但一切证据来得过于顺遂，一气呵成的让臣颇有疑虑。疑虑却没有佐证。御史台正在查证之中。倘若迟迟找不到疑点呢？按照证据，此案已可定案。陆时宴在哪里？正在全力抓捕之中。尽快把他抓捕归案。他是否知情，都要给朕查个明白。哼，看到这些了吗？这些都是要朕给他们说法的。朕给你10日，10日后若毫无进展，张公主一律赐死。遵旨。退下。微臣告退。陛下，怎么好端端的又咳上了？来，还是让妾来吧。来，小心。都是老毛病了。陛下当心身体。听说长公主出事了。在哪里听说的？义清说的。啊，就是徐将军的女儿。我让她跟着长公主学规矩呢。今日她回府，发现府门被封了。这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陛下还望帮他查明真相。陛下朝堂之事，
妾因妇道人家不懂，只因觉得两人关系亲近，便来多嘴，还望陛下恕罪啊！下不为例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太子殿下到。儿臣拜见父皇。起来吧。请父皇明察，姑母向来不问朝政，陆廷尉更是律法严明，怎可能涉险谋逆？此事你父皇自有决断。可是父皇，闭嘴！不明真相就敢妄下定论，你叫朕如何能够安心将朝政交给你？这些儿臣明白，可是姑母……你仔细看看，好好想想如何处理此事。难道你对那些朝臣说，就因为她是你的姑母，所以不会犯错？你觉得你可以服众吗？混账！父王，陛下，快传太医！是，太医，传太医！长公主涉嫌长溪区域案中饱私囊，获取不法之财，用以私铸大量兵器，实乃谋逆之举，将于10日之后处决。陆时彦掌管廷尉府，本应伸张法度，却包庇犯人涉嫌杀人，败露之后逃避追捕，现全城通缉，若有发现线索者，报给官府，赏钱1000贯。天哪！是啊，得多留意点。没见过。七喜，你身后有个黑衣男子，刚刚在城西的时候我就看见他，怎么我们到了城东，他还跟了过来？ 1000贯呢，赏钱这么多啊！走了，咱们也找找，报给官府。我们可能被跟踪了，应该是来找陆时彦的。阿紫，送给你。阿紫，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。去找陆时彦了。他在镇国公府时受伤了。他受伤了？那你想过父亲受的伤？ 沈家所受的伤，你还想再来一次吗？这整件事都是被人设计的，他们是被诬陷的。那能陷害镇国公府的人是什么地位？你想过吗？爹爹被陷害的时候，陆时彦也没有害怕过。要是用阿紫的命能为你换回陆时彦，阿紫义无反顾。可是现在我们只有这里，只有爹爹和你，我们能够守护的也只有这里了。那就当沈家没有我这个女儿。 从现在开始，直到事情结束，你都不许给我出百香阁一步。
我忍不住了。没事，放心吧，没事。周御史，这是做什么？御史台奉圣命追捕陆时彦，凡是跟陆时彦有关系的，都需要搜查。所以，既然是公事，那么周御史请便。劳烦了。啊，周御史，现在案子进展如何呀？正如沈伯伯所见，正在追捕陆时彦。哦，那长公主那里怎么样？还未定案，所以无法多言。啊，御史，没有。是。沈大娘子，敢问沈二娘子现在身在何处？她身体不适，我有一些事情想要询问她，现在是否方便？昨日不是都已经问过了吗？沈大娘子，您有所担待，陆时彦尚未归案，御史台不会错过一丝一毫的线索。周御史，周御史有话便问。敢问沈二娘子，离开郑国公府之后，你去了哪里？周御史都派人跟着我了，我去了哪里，你怎会不知？跟踪？我从未派人跟踪过沈二娘子。不是周御史的人。我离开郑国公府后，回了百香阁，刚刚带清溪出门，想着散散心，怎想有个人跟着我，从城西到了城东，我心里有些害怕，就回来了。若不是御史台的人，那会是什么人？应该是和周御史一样想抓陆时彦的人吧。除了御史台，还有谁想抓陆时彦？沈二娘子不必担心，我会留一些人在这里保护你。但是沈二娘子，如果你有了陆时彦的消息，务必第一时间来通知我。想起当日在梧州和周御史书信往来，我还以为我们之间是朋友，没想到今日缉拿陆时彦的，竟会是周御史。御史台也是以证据办事。我被污蔑成杀害赵冲的凶手时，现场证据也天衣无缝。我之所以能脱罪，是因为陆时彦到最后一刻都不肯放弃，他拼着性命寻到了真相。周某同样敬佩他的一腔热血，但是我们御史台也是秉公办案。那就有劳周御史了。职责所在。爹爹，阿紫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担心的。许巍之前逃得一命，现在再被发现，是必死无疑。所以他们不惜用许巍的命来构陷我母亲，而就在镇国公府发现这一切的证据，证明这条线早已铺好，无懈可击。
假的真不了，其中一定有漏洞。哦，对了，周御史之前问询我时，他曾经告诉我，除非可以证明长公主购买铁矿的单据为假，还有她私铸兵器是被他人陷害，否则长公主必死无疑。不过如今看来，是不是他在提点我们，去求证这张单据为假呢？既然兵器是真的，那张单据未必是假的。铁矿单据，因为有长公主的印信，才能顺理成章地将罪名扣到我母亲身上。所以真正的线索是那个印章。出事当日，镇国公府所有的人都是震惊和害怕，唯有赵管家似乎并不意外。而且他平日里打理镇国公府各种事务，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到我母亲的印章。府中地窖兵器数量庞大，必然有内应协助才能办到。赵管家如今可有消息？如今镇国公府已被封府，所有人都被困在府里。我母亲可还好？长公主目前被幽禁在御史台。我们尽快分头去查。喂！哎呦，干嘛啊？做贼啊？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吓我一跳！什么叫我哪儿冒出来的？我是来找沈二娘子的。要是你呀，以往来到百香阁，恨不得一头扎进去。今天怎么了？怎么犹犹豫豫的？你不会是想过来提亲吧？你觉得现在是时候吗？哦，对，确实不是时候。哎，行了，你快进去吧，别烦我，去找真儿吧。哎，你别乱说话，惹真儿生气啊！我可没你嘴欠。你快告诉我，皇宫里有什么最新的消息？镇国公府此次怕是在劫难逃了。虽然谋反未成事实，但是私购铁矿、私铸兵器，已经涉及谋逆。沈二娘子，我知道这些话有些重，可是我只希望你能有个心理准备。就算这世上所有人都不相信他，我也会相信他。我也相信陆廷尉。可是，长公主呢？若长公主确是这一切的主谋，即使陆廷尉逃脱，那日后你又该如何面对他？他是害你父亲蒙冤入狱、夺官丢职的罪魁祸首。还有你阿紫，也是因为这件事情，受到了那么多的苦难，连命差点都没了。他面对仇人的儿子，又怎么能笑脸相迎呢？我觉得，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，那是两个家的事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我也曾一度怀疑，一度彷徨。如若长公主真的是承袭渠的主谋，那我该如何面对陆时言？但我选择相信他。抓长公主时，陆时言就在镇国公府。当时我被许巍胁迫，陆时言被牵制住，许巍还称府内有足以让长公主获罪的证据。后来许巍逃脱，陆时言去追，许巍逃到了前院，被苏恒抓获。当时陆时言也一定在前院。我了解他，若铁证如山，他定会站出来和长公主一起承担罪责。所以，他逃跑是因为相信他的母亲，他要去查证。对，我相信他，所以我也相信他的抉择。你见过他了吗？他一个人怎么查？需不需要我帮他？
他应该也是怕牵连到我。徐娘子，你也千万不要贸然行事。如果你受到牵连，我们怎么过意得去？清者自清，我不怕，你也别怕。唉，你们可真是痴情又苦难的一对儿。不过我倒是很羡慕你能有这样可以倾心付出之人。对了，门口还有个痴情的呢。谁啊？你的苏恒哥哥。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站在门口不敢进来。那你帮我带他进来吧。好。真儿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非常难过。就算你怨我好了，但是有些事情宜早不宜晚。苏恒哥哥，我不怨你，但是我和陆廷尉是一心一意的。若他真的会死，我也不会独活。真儿，你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啊？长公主谋逆一案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这是罪无可恕的。那证据只不过是在镇国公府内被发现，可以是伪造的，也可以是被嫁祸的。是你亲眼看到长公主私购铁矿的吗？还是你亲眼看到她私铸兵器了？那是我亲手从赵冲的身上撕下带有长字的血衣，也是我亲眼看到大量的兵器从码头运往镇国公府，还有你那个手镯，也在镇国公府被发现了。这些怎么伪造？我看你不是不明白，你就是被那个陆时宴迷晕了眼睛，你连自欺欺人也不愿意相信我说的是真的。真儿，我真的是为了你好。你说什么？长字的血衣？赵冲出事的时候，你刚回来没多久，你发现了血衣却不拿出来，是因为你先入为主，对陆时宴不满，所以你去监视镇国公府，想查他的罪证。那你发现了血衣，为什么不拿出来？你又如何判定你看到的一切就一定是真相？我的手镯在镇国公府，你就能判定是长公主杀了赵冲灭口的吗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这么大事呢？哎，没想到一切是因为我。若不是因为我让苏恒哥哥对陆时宴有了敌意，发现血衣时就不会不拿出来。若当时能看到血衣，陆时宴一定会警觉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爹爹。爹爹老了，这个肩膀啊，以后也经不住你们依靠了。爹爹不老，女儿有爹爹就安心，要靠爹爹一辈子。哦，那不管陆时宴了。真儿，最近是不是心里头难受啊？爹爹，你呀，要理解你阿紫啊。哎呀，你阿紫可算是长子如母，再加上爹爹最近出了这些事情，他一个人扛了太多，啊，可以说是历经生死。所以啊，现在这一份安宁，对于他来说，实在是得来不易。啊，他打你那一巴掌，你以为他心里不痛吗？他在屋里头哭了整整一夜，爹爹亲眼看到的。爹爹，我明白，我不怪阿紫，只是我放不下陆时宴。放不下，就不用放啊。你看啊，对于沈家来说，陆时宴是我们的恩人；于你来说呢，你们之间又有情。如果你相信他是清白的，就尽一切所能去帮他；若是他真的有罪，那么行前一碗酒，了却今世情。他绝不会犯此大错。所以啊，你才要
拨开迷雾，勇往直前嘛。啊，爹爹，谢谢你。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！来了。干什么去？啊，那个我就是想出去散散步。跟你们说过不准出门，关门。哎，是。怎么还不来救我？赵管家，什么事儿啊？上次您让我们帮您搬了一些私货囤在府里，可是答应过要给我们每人5两银子的呀。不是，你看我现在被封在这儿，上哪儿去给你拿钱呢？你等镇国公府解了禁，答应你们的一个字都不会少。虽然上次我们没在前院，但现在的事谁不知道啊？上次我们搬运的可是兵器呀，赵管家，这可是杀头的罪。不是，咱们有话好说啊！你等我出去之后，钱一定会如数的给你们。你再等等。镇国公府解封前，我们务必要拿到钱。我拿石子试探，他果真立马警觉，出门寻找。但衙役询问他时，他却搪塞了一番。我推测此举，他很有可能以为上线来联系他，最后以家丁也避开衙役来找他，来问他要钱，搬运兵器的钱。这个卖出囚笼的人居然真的是他！放心是此，我这就把他抓回来。不急，印章至关重要，但首先要确认印章是否还在他手上。对，世子决定怎么办？家丁缺钱，赵管家也缺钱，那我们就从钱入手。他竟然能为了他去死！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十二娘子和陆廷尉的情，真让人羡慕。陆时宴这个混蛋，中饱私囊，还涉嫌谋逆，害了沈家，还敢招惹真儿。我看你呀，就是爱而不得，成了执念。你支持他的决定吗？在意他需要的是什么吗？你一直认为沈二娘子是被陆廷尉所蛊惑，那你有没有用心的去看一看他们为彼此的付出，他们经历的一切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，也被陆时宴给蛊惑了。不对，你懂什么情啊爱啊的？你就只能家里让你嫁给谁就嫁给谁。你就好比提亲的时候被拎着的那2只大雁。苏浩，你找死！夫，谁是大雁？我是。
你说什么？大爷，行了吧？啊！你说你一个小娘子，以后能不能别一言不合就动手？那还不是因为你一言不合。就我刚才喝酒喝多了，这还差不多。其实，我觉得你刚刚说的也不无道理。以往我觉得自己活得很通透，生在这样的人家，接受这样的命运。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该改变了。苏杭，你也是一样，都要被过往所支配，清空所有，睁开眼睛，重新看一看这世间最值得自己眷恋的到底是什么。来，娘子，我们为何要来这里等廷尉监？我都被人盯着呢。我跟杨宗见面，一定会被人察觉。依照办案规则，他每日都要来御史台，他必定会来。那你就这么确定陆时宴一定会跟杨宗联系吗？他需要帮手。哎，他来了啊！走。从昨天到现在，在下的行程便是如此，皆有人证。御史若有疑问，尽可查证。有劳廷尉监了。流程如此，理解。御史，沈二娘子来了，请。周御史，廷尉监。沈二娘子，今日沈二娘子前来有何事？今日贸然前来，是想问问，可有陆时宴的消息？尚未。那我想问问周御史，如果您找到了陆时宴，会如何？那要看事实如何，我便做如何处置。我听苏校尉说，你们是因为赵冲留下的血衣上的长字，开始怀疑长公主的。御史台所有的调查都有依据，但是不好意思，沈二娘子，现在我还不方便透露出案情。随后苏校尉便盯上了镇国公府，并发现有码头送往镇国公府的兵器。到最后，许巍引陆时宴和你们入府，才发现了这一系列的证据。想问周御史，不觉得是有人在背后布局吗？是他人布局还是自己设局，到现在都不好说。我只看证据。陆时宴如果真的是问心无愧，他现在应该坦然现身，接受调查。城西渠案实在异乎寻常，还望周御史能早日破获，还被栽赃者一个清白，也让我可以免去一些干扰。现在还有人跟踪沈二娘子？是。沈二娘子，不必太过担忧，我会派衙役随时保护你。多谢周御史，今日多有叨扰，告辞。慢走。御史，那我也先告辞了。沈真在御史台。我觉得沈二娘子应该是想借我之口，把这些消息传达给世子。长字，血衣，兵器从码头运往镇国公府。哦，沈二娘子还说了，最近一直有人跟踪她，从她和周御史的言辞里可以确定，那些人不是御史台的，应该是想提醒世子要多加小心。
此案牵扯之深，已经超出我的想象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和线索。我也不想让他牵扯其中，甚至到最后和我牵连甚家。对了，我让你安排的事情都办妥了吗？放心吧，世子，都已安排妥当。又怎么了？我这不正想办法呢吗？这磨嘴皮子的话，我是真说不动了。兄弟们就要看到实实在在的呀！但我现在被关在这儿，我怎么办？赵管家，赵管家，我有一计呀！您知道我是从田庄里出来的呀，我与那田庄的管事相熟啊。今日他来府里送餐，与我聊了2句。他能伪造一份变卖田庄的文书，而我们只要能偷到长公主的私印，往那文书上悄悄的一盖，那这个庄子以后就是我们的了。你疯了！哎呀，这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吗？当心你有命拿没命用。那赵管家，您做的事儿是简单的事儿吗？您放心，赵管家，那管事儿与那当地的官员都相熟得很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文书肯定没问题。而且长公主她那么多田庄，少一个她根本就不知道，没准儿以为是她自己给卖了。有私印就行。对，有私印就行。啊！你要不说，我还以为这是在你们府上呢。解解酒。这么好。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什么事儿？你确信镇国公府的罪行吗？哎，这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若是镇国公府真要做什么，就那几箱兵器够干嘛的呀？会不会在其他地方有更多的藏匿？此事若不调查清楚，即使长公主被羁押，她也是难以定罪啊。你情场失意，不如在战场上赢一回，咱们去一探究竟。言之有理呀。你当日不是说亲眼看到有人往镇国公府偷运箱子吗？你还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吗？当然记得。我们去找沈二娘子，画出此人，我可以帮你一起找。走。哎，我不去。你个大男人怎么这么矫情啊？口口声声说他好你便好，怎么吵个架连面都不敢见？我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没有就走。哎呀，走了。这儿，你还好吗？徐娘子，你找我？我们今日来是想请沈二娘子帮我们画一幅人像，我们想找到那个从码头往镇国公府运兵器的人。既然你相信长公主是无辜的，那便要查，无论什么方向的力，能打到点上便对。你说对不对？那好吧。你再说一遍，眼睛是什么样的？他的眼神异常凶狠，眼型细长，
还有点下三白眼。你确定是他？我确定。你认识啊？庞虎，你们记得赵冲吗？这人是赵冲的手下，陆时言捉拿赵冲的时候，多次遭受刺杀，多次与死亡擦肩。这庞虎还袭击过我，陆时言怎么可能与他合谋？那如果不是陆时言，是长公主呢？长公主怎么可能拿自己儿子的性命开玩笑？其实，我也觉得长公主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自我回京以后，我便长时间都住在镇国公府。我与长公主相处良久，她从小是在先皇的宠爱中长大，现在跟皇上的感情又颇为深厚。为人性格虽然有点娇蛮，但她心思简单，又怎会有谋逆之嫌？而且前不久，赵管家去购买布料时，需要长公主的私印，他都很随意的让赵管家去拿。所以啊，私购铁矿凭证上那个章，又能说明得了什么呢？哼。苏小北，苏杭，你想什么呢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沈二娘子说的是对的呀？我告诉你，真儿一贯很单纯，那些人表面耍什么滑头，他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。还有你觉得长公主不会这样做啊？你们这些人做判断，难道都是靠直觉吗？好，那我们就不靠直觉。眼下庞虎就在京城，我们把他抓回来，一审便知，如何？我们怎么？我愿助你一臂之力，你还不感恩戴德吗？手下败将还敢矫情？走，上了对策去。谁是你手下败将？我。母亲，燕儿，母亲，燕儿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太危险了，你万一让人抓着怎么办？母亲，你可还好？我挺好的，你放心吧。你快点走。母亲，儿子想和你聊聊天。燕儿，母亲从没做过如此僭越之事，母亲连累你了。母亲，你别这么说，儿子从未怀疑过你。眼下我已经查清，是赵管家出了问题，很有可能就是他假造你的印章，去购买铁矿，然后里应外合，将兵器运入府内。赵管家，他在我们府内20余年，我那么信任他，他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人心难测呀。母亲放心，我已经设下了圈套，他自会上钩。等拿到假印章，便有机会让案件重审。母亲，这次是儿子疏忽，对此事竟毫无察觉，让母亲再次受苦了。你说什么傻话呢？只要我能看到你安然无恙，我就足够了。只要你能平安，母亲怎么样都无所谓。母亲放心，此案我一定会查清，不会让母亲如此含冤。好，母亲相信你，但是你要记住了，
后绝不能以身犯险。好了，快走吧，别让人发现了啊！母亲，记得好好吃饭，保重好自己的身子。放心吧，啊，快走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燕儿，燕儿，小心！是只猫啊！走，走。赵管家，这些就是田庄地契的转让文书了，都在这儿呢。您看看，等盖上长公主的私业，这些就都是我们的了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你先回去吧，莫要声张。私印的事情，我来解决。是。这一切都是庞虎所为，是他往郑国公府运送的兵器。如果可以找到他，应该可以帮长公主洗脱嫌疑。我得赶紧告诉陆时言。陆时言，对不起，希望你能明白。
了，世子，心口又疼了。你先走，我觉得他有事。是。沈晨。对不起，我又让你心疼了。我是真的没办法，我也想见你，但是我不能。我都知道了，没事。杨宗告诉我了。你伤口怎么样？还疼吗？快坐下。放心吧，已经不疼了，没事了。对了，苏恒哥哥跟我说，往镇国公府运兵器的头目是庞虎。庞虎，操控庞虎的人，一定非常接近背后之人。抓住庞虎至关重要。徐娘子和苏恒哥哥已经顺着庞虎去查了。真儿，谢谢你。你看看这个，有什么异常？这个不是应该在御史台吗？怎么会？这个味道不对，不只是有血。这你都能闻得出来？和你家小二黑学的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还开玩笑？因为愿你脸上永远都是笑容。陆廷尉，阿紫，沈大娘子，你若是真心对待真儿，就知道你不应该来这里。沈大娘子之意，陆某明白。但是今日来此，确实事出有因。阿紫，是我让他来的。我们有了发现，事情并非……我上次同你讲的话，你都忘了吗？陆廷尉，现在全城都在搜捕你，若是被人发现你在这里，你有没有想过真儿的安危？对不起，沈大娘子，是我草率了，还请陆廷尉体谅。阿紫，真儿，不要为难你阿紫。陆师爷，真儿，听你阿紫的话。对不起，真儿，
我又让你流泪了。庄娘，陆廷尉，今晚你就再死逼一逼吧。庄娘出手相救，陆某感激不尽。可是现在外面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有2拨人马在抓我，若是被他们发现的话，会牵连你们。我还是先走。不行，现在外面太危险了。对，安公，先坐。进来说。坐。我相信陆廷尉绝不会是作恶之人。没错，安公，你伤得不轻，我去拿点药给你治一下。陆廷尉不必多疑，若不是你舍命相救，孙朗也不会平安归来。我一心只想救夫君，恐怕已经被赵冲杀害。你是我们夫妻2人的救命恩人，今晚你安心在此便可。之前我见了沈二娘子，你们的事我都听说了。一时的困境对你们2人来说是一种磨练，我相信陆廷尉跟沈二娘子定能冲破阻碍。谢谢你们，你们夫妻2人大难不死，再次获得新生，实属不易。好好过日子，我们都会没事的。爹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哪有什么错可言呐？我的女儿，我最了解了。你和真儿啊，都是真性情的孩子，心中怎么想就会怎么做，而且都会尽心尽力的去维护自己所想和所爱。但是然而啊，你也要看到，真儿她长大了。那么我们除了关心、保护她以外，是不是应该选择相信她呢？还有你啊，有些事情不必过分的执着，人生短暂，岂能蹉跎？该过去的事情，
让他快点过去，酣畅淋漓的活一场，也不枉费一生啊。御史，御史，这么慌张干什么？沈大娘子来了。她来干什么？我去问问。哎，等一下，问什么问？赶紧请啊！是。哎，楚义，你看看我，今天如何？俊朗。快去请啊！是。周御史，沈大娘子今日为何而来？是公事还是？之前父亲的腰受伤，多亏了周御史的药膏。今日父亲又有些不适，便让我来问问周御史，药膏是何处买的？药膏是御史台的私藏。哦，那就不劳烦了。沈伯伯之事何谈劳烦？我这便叫人去拿。楚仪，快去取。是。多谢周御史。沈大娘子，等药之时，喝杯茶。好。请。我在此可会影响周御史办公，要不我一会儿再来。不影响。请坐。沈二娘子今日可好？还可以，除了这2日来过御史台，没有出过家门。你也不要太过忧心了，事情总会水落石出。沈二娘子现在要学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。又该如何保护呢？真儿对陆廷尉，怕已是用情至深。郑国公府没事便好，若是有事，真儿此生怕是难以安心。郑国公府之事并非小事，倘若陆廷尉真的是设计谋逆，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站出来坦陈一切，承担罪责。倘若长公主之事确实是被构陷的，他2人两情相悦，又何必急于这一时一刻呢？他们懂得彼此的心意，如果连这点风波都经受不起，又谈何托付终身？其实我一直希望真儿能够过得安稳快乐，无忧无虑，得人宠爱。可是我却忽视了她自己真正想要追寻的生活。看似安稳，不代表心里安稳；看似和美，不代表真的美满。如果心中已有所向往，追寻的过程也是快乐的，回头看时，再苦也能甘甜如饴。周御史公务繁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我明日再来取药吧。哦，没事，看你方便。明日我给你送到百香阁去也行。那就有劳周御史了。抓紧，快点！哎，好，这边还有2箱，这些货物都很重要，一定要清点清楚了。好。那些都是兵器。对。庞爷，保护来了。货都安排好了吗？都按照老规矩处理妥当，一定不会出岔子。找到陆时宴了吗？我等无用，让陆时宴逃脱了。
那就尽快找到陆时宴，报官也好，杀了也好。贵人要尽快落定长公主的罪行，以免多生枝节。是，赶紧，快点！是。现在明白了吧？自以为掌握了真相，瞒着真儿，让他喜欢的人陷入冤屈，还认为一切都是为了他好，结果是自己蠢不自知。哎，我是不是挺失败的？你也别太自责了，你入京本就是为了追查屯兵一事，找到证据有所怀疑，那是你的职责所在。再说，你不也挺厉害的吗？可是，厉害用错了地方，还伤了人心。一切都还未尘埃落定，你看，你不也找到庞虎的踪迹了吗？而且还勇于承认错误。徐玉清，我知道，其实你是故意引我去码头的，说是探清案情，落实罪证，但实际上其实是想让我自己发现真相。你也是个倔种，如果我不让你亲自看到听到，你哪有那么容易相信啊？像。慢娘请。廷尉今天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慢娘，陆廷尉，抱歉叨扰慢娘了，实在是事情紧急，需要你帮忙。若能帮得上忙，福曼义不容辞。多谢。这是赵冲临死前留下的。沈二娘子说，除了血腥味之外，她还在上面闻到了别的味道。慢娘精通药理，是否能查验一番？赵冲临死前第一反应，留下的应该是杀他的人，所以这个字的指向是人，而陈是众皇子的排辈子。皇子？之前暗地里住的那些兵器，还有苏校尉提的那些兵，世子，这难道是要……